Hello， 大家好，我是晶晶。這支影片呢，開始之前我有個問題想要先問大家哦，你有沒有發現啊，最近 Win 它有點太囂張了。它一開始做串流播放機啊賣爆，那後來再做串流擴大機，它又賣爆，現在它連聲霸都做出來了。照它這個不務正業的速度下去啊，我強烈懷疑他們明年就會推出 Win 的智慧家電。但認真講哦，今天這台 Win Bar 台灣它定價為21800，可能是 Win 它近年來野心最大的一個產品。老實說，當我第一次看到 Win Bar 這個規格表的時候，我心裡就想說，這不就是一台全景聲的聲霸嗎？但是我越研就覺得越不對勁哦，因為它會串流，它會多房間播放，它會空間校正，也可以擴充環繞，可以擴充重低音，甚至呢，它還可以把你家裡原本的被動式喇叭直接結合進它這個家庭劇院裡面。所以呢，我後來才發現啊 ，Win 呢，它根本就不是在做一條聲霸哦，它是在做一個整個生態系統。我先來看外觀哦 ，Win Bar 它原廠呢就有3種顏色可以選，就是亮面黑、消光黑跟消光白3種選擇。但據我所知啊，台灣應該它不會上亮面黑。那現在市面上的聲霸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致命傷，就是每一個都長得太像了。但是 Win Bar 呢，它加入中間這個觸控螢幕，完全跟市面上所有的聲霸區分開來，非常的有辨識度。傳統聲霸在播音樂的時候啊，它只有前面這個 LED 燈嘛，它可以提供你看目前的連接狀態。但是 Win Bar 呢，它把歌名、專輯封面、音量、輸入來源還有網絡狀態都在這顆小螢幕上面可以看得出來哦。那這種感覺其實更接近一台高級的串流播放器，而不是傳統那種聲霸。而且這一顆螢幕啊，它還可以調整亮度。如果你晚上關燈看電影啊，你可以把亮度把它完全關閉，那就不会有一顆亮亮的在前方很突兀。那這個功能其實蠻貼心的，畢竟聲霸呢，它是每天都放在客廳佔據視覺的東西哦，它不像是耳機，它可以用完收起來。那 Win Bar 呢，它整體走的就是一個簡潔的科技風，那各種的居家空間它都可以無違和的融入。接着呢，我們來看聲音的架構哦 ，Win Bar 它採用的是 3.0.2 聲道的 Dolby Atmos 還有 DTS:X 的設計。那前面的點3呢，代表左中右3個聲道哦，也就是電影裡面的左聲道、人聲、右聲道。那音道分離呢，這個真的非常的重要。後面的點2呢，代表它有2顆向上發聲的天空聲道哦，它會把聲音打到天花板，再反射回來，營造出聲音呢從你頭頂降臨的感覺哦。所以當飛機飛過去啊，或者直升機盤旋啊、下雨啊、打雷的時候，你都會真的覺得你的頭上是有東西的。不過呢，這裡一定要提醒哦，向上反射的 Atmos 啊，它會很吃你的空間條件。如果你家的天花板啊是平整的，而且高度大概在3到4米左右以內，不要超過的話，那效果通常會比較理想。所以如果你的空間呢是卧室啊、書房、小客廳，那 Win Bar 呢，它是很容易發揮出来的。它內建8組的單體，搭配4組的被動輻射器哦，它的系統功率為135瓦，包含有3支中低音的單體、3支高音單體，還有2支向上反射式的天空聲道。那被動輻射器呢，這個東西呢，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一種不需要額外擴大機驅動的一個低頻輔助結構。它不等於真正的重低音啊，但是它可以讓聲霸在有限的機身體積裡面，低頻它不會太單薄。但是這邊呢，也要先講實話，如果你期待的是那種動作啊、爆炸啊、飛船起飛、恐龍的踩踏聲啊，那單機它聲霸呢，一定不能跟獨立的重低音相比，你還是需要買一顆獨立的重低音。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機身背後的連接，它有 HDMI、eARC、光纖 Line-in、USB， 那網路孔還有 WiFi 6E、藍牙 5.4， 那未來還會透過韌體更新它支援 LE Audio。那對於一般的聲霸來說呢，藍牙可能只是一個加分題，但是對 Win 來說呢，串流它才是本業哦，做聲霸反而像是在兼職。所以呢，整體的連接能力真的是非常強悍。不管你是 CD 播放器、黑膠唱片，還是你是 NAS 的資料庫，它都可以通通的整合進它的生態系統裡面。所以整體的連接能力真的非常強悍哦，不管是 CD 播放器、黑膠唱放，還是 NAS 的音樂庫，它都可以通通整合進來。當
當然呢，它還是有2個缺點要提醒一下大家哦。第一，它目前是沒有 AirPlay 2的。如果你是 Apple 的生態系重度依賴者的話呢，你就要加上他們 Win 的 Mini 去擴充這個功能。那第二呢，它是沒有 HDMI in 的直通。如果呢你是 PS5 或是 Xbox 的雙棲玩家，而且你可能有多台設備要切換啊，支援性方面就有待加強。說到 Win 它的核心功能之一，當然就是 Room Fit 空間校正。它真的对一般的消費者非常的友善哦，因為你不用真的去懂聲學，那你不用拿麥克風去做一個非常複雜的校正，你只要透過手機用 Apps， 它就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優化。那 Room Fit 校正之後呢，它比較像是會把聲音整理過，它的對白會更集中，低頻也會更收斂，那移動的聲音呢也會比較有方向感。另外呢，我還要大推這個 AI Clear Voice。那不知道大家呢有沒有一種慘痛的經驗，就是 Netflix 的電影開很大聲，那人物講話呢完全聽不到，結果下一秒爆炸聲突然衝出來的時候，把全家人都嚇到從沙發裡面彈上來。那 AI Clear Voice 呢，它就是專門解決這個問題的。它會利用 AI 技術，及時分離人聲跟背景音，讓這個對白可以更立體。那你再搭配夜間模式呢，你晚上追劇的時候就不用擔心會吵到鄰居了。接下來進入 Win 它的主場哦，也是我認為它跟其他聲霸最不同的地方。那串流功能呢，很多聲霸音樂播放呢只是附加的功能，但是 Win Bar 呢，它正好是相反的哦。它的本質上就是一台協同純正的串流播放器，看電影可能還只是順便的。Spotify 啊、Tidal、Cobus， 幾乎你想得到的全部通通都有。所以很多人買回家之後會發現哦，看電影的時間可能只有2個小時，但是聽音樂的時間反而是每天的好幾個小時。接下來呢，才是今天最精彩的部分哦。那一般聲霸呢，像什麼呢？像是買手機，買完差不多就定型了嘛。但是 Win Bar 呢，它就像是組裝高階電腦啊，你可以無止境的一直去幫它升級。你如果覺得低頻不夠，你可以加 Sub Pro， 那立刻就會變成 3.1.2 的系統哦。它搭載8寸的單體，還有250瓦的功率，而且呢，它還可以在 Apps 裡面精準的調整分頻點、相位啊、音量還有延遲。那玩法呢，它會比同價位的重低音還要硬核。那你如果想要加後環繞，你也可以加 Sound 啊，或者是 Soundlight， 直接變成 5.1.2 聲道。還沒結束哦，如果你家裡本來就有一對音質超棒的被動式喇叭，甚至呢，你可以去搭配 Win 的 M Ultra， 把那對喇叭直接拉進系統裡面。這時候呢 ，Win Bar 它就會自動變成中央聲道，專門去處理人聲。它等於把傳統的家庭劇院的玩法呢，直接降為打擊帶進聲霸的世界裡面，讓聲霸它可以專心的去做人声啊，左右聲道就交給專業的喇叭。那這也是我覺得 Win Bar 最讓 Sonos 冒冷汗的地方，就是 Sonos 的 ARC 呢，一直以來最大護城河就是產品它可以獨立的存在，也可以去逐步的去升級哦。那今天買 ARC 之後就可以加一個 Sub， 再加一個 ERA 的300，那慢慢組成一個家庭劇院。很多人愛 Sonos， 那就是愛這種自由擴充的養成遊戲，而現在的 Win Bar 呢也做到了哦，而且呢入場門票還更便宜。更有趣的啊，很多人認為 Sonos 的 ERA 300是目前最強的無線環繞方案之一哦。那這句話是沒毛病啊，但是 Win 它的思維更狠，你不一定要用 Win 系列的產品當做一個主聲道哦。當 Win Bar 搭配這個 M Ultra 的時候呢，你可以自由選擇 Klipsch 啊、Elac、Wafter、KEF， 甚至是你家裡原本就有的任何主動或者是被動喇叭，預算呢就由你決定。那音質等級也是你決定，升級路線也是給你決定。Sonos 它就比較封閉，而 Win 它的自由度更高，讓你把自己喜歡的器材呢全部都拉進來玩。那所以如果呢未来要比的是呢誰的升級空間比較大，誰的音質潛力更高，那 Win 的生態系統絕對已經成為 Sonos 今年最強悍的敵人。如果單看 Win Bar 它本體呢，最直接的競爭對手就是 Sonos 的 Beam Gen 2。那最大優勢呢，它就是它成熟穩定，而且它有支援 AirPlay 2。那對於 Apple 它的用戶就比較友善哦。
但是呢 Beam 它的 Atmos 主要它就是依靠虛擬的演算法，本身呢它没有實體上的向上发射单體。Win 8呢則是真槍實彈配置了向上的單體哦。那對於真正想要體驗 Dolby Atmos 高度感的使用者來說會更有吸引力。那至於 Sonos ARC Ultra 之類的旗艦產品，在絕對音質上可能還是略勝一籌，但是價格呢也完全不在同一個量級上。Win 8呢，它作為一款不到$500的產品呢，卻提供如此完整的升級路線，還有越級打怪的聲音表現，這一點呢真的是非常可怕。最後來講講實際的聽感哦。如果你是從電視內建喇叭升級上來的，第一時間呢絕對是震撼教育，它聲音厚度暴增，人聲更集中，空間感呢也明顯的提升哦。而且電影表現呢，甚至比音樂更讓我驚喜哦。它左右移動的軌跡呀，還有環繞音的包圍感啊，還有場景的空間感都可以精準的抓到。它不再只是呢電視前面糊成一團的聲音，而且呢，即使你不外加重低音，它的低頻量感呢，其實也比想象中的充沛很多。如果滿分是100分呢，我願意給這個 Win 8單機90分哦。但是真正讓我興奮的，其實呢不是單機，而是它未來它可以長成什麼樣子。如果我們加上 Sub 啊，加上環繞，甚至搭配 M Ultra， 我會直接給它99分，因為到那個時候呢，它已經不是一條聲霸了，而是一條重裝上陣的完整的家庭劇院。今天你買的是 Win 8，那明年呢可能多了一顆 Sub， 後年再多2個環繞哦，再過1年家裡就突然變成完整的 Atmos 劇院。這個呢就是我覺得這台機器最邪惡的地方，因為呢它會讓你無時無刻都在心癢想着升級，那最後呢你會發現原本你只是想要讓電視的聲音變大聲一點而已，那結果莫名其妙開始熬夜研究分頻點啊，升到配置跟 Atmos， 恭喜你哦，正式進入音響這個深不見底的坑。那我是晶晶，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我們下一次見，大家拜拜。